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这一期视频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到底要如何去用风水。那我相信啊，大家在网络上，那也包括我的频道啊，大家都会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有关风水的一些资讯。那你可能会觉得啊，好像这个资讯一时候又讲外面的环境，有时候呢又跟你说家的方向，有时候呢又说啊睡房要怎样，灶头要怎样。那我到底啊要怎么把这些讯息啊全部整合起来，然后用一个比较全面的方式去看待它？那我个人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以大局来学习东西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很多时候啊，我喜欢先从理解，那我很喜欢先从这个东西啊，它的一个方式或者整个架构啊是如何，我了解了过后，我在学习里面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啊，我才会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呢，今天啊这个视频呢，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画面，一个 big picture 啦 ，OK， 中文我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就英文叫 big picture， 来看待这个风水啊到底是如何的。风水啊这个东西呢，它讲的其实啊就是外面的环境，它的那一个能量啊，我们也就是称为气的这个东西，如何来到我们这里，可能第一来帮助我们，第二或者给我们一些不好的影响。风水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学问。所以呢，我们开始去看待风水的时候，首要的其实最重要的，它影响最大的就是外面的环境。因为它讲的啊，就是你要把你的家或者把你这个人啊放在一个对的位置。那个对的位置呢，就是说有好的气。那我们可以过来分享一下什么是好的气啦。OK， 是好的气，然后来影响你，让你啊整个人的状态很好，然后你呢赚钱，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所有东西呢都会很顺利。所以呢，其实啊这个外面的环境将会决定一个风水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OK， 那很多人呢在这一步呢就会有错误的认知啦，因为他们把这个外面的环境所忽略了。 OK， 但是如果你下一个你想真的为自己买一个好的风水的房子的话，你其实在买之前就要先看，所以你要先去通过分析那个房地产那片地那个屋子附近呢是有怎样的一些山啊水啊，那些气啊是怎样流动的啊 ，OK， 是不是有一些杀气啊来影响你？所以呢，这是最大的第一步，首先一定要做好。因为啊，在风水里面，如果你这一步做好了，你选对的地方，那就算你的房子的方向是错的，你的里面的格局是非常糟糕的，那个影响是不会这么大，因为你有那个外在的能量，那个气在做一个扶持。因为我们风水讲的就是一个环境的气，所以这个呢是首要最重要的第一点。那第二个呢，我们找对了环境过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那个房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我们会有一些老师跟你分享哦，在九运什么方向是比较好，那大门呢要放在哪里比较好。房子啊作为一个容器，它是让这个人居住在这里，然后它也是一个容器啊，去接收外面的气的一个容器。所以呢，这个容器啊有没有摆对方向，有没有建到对的一个形状 ？OK， 所谓对的形状，就可能有一些房子啊建到奇形怪状，那这个容器就变得好像很不平衡，
或者会有很多情况出现。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如果杯子啊，我们是要圆形的话，那如果那个杯子啊是一个 L 型或者一个 V 型，你觉得这个杯会很好用吗？或者很平衡吗 ？OK， 就有点这样子的概念啦。所以我们的房子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第二步啊，就是要去分析，要去判断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情况是如何，就代表它的方向，它是什么时候建好的，那它的门、它的厨房、它的睡房、工作室这些呢都在哪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风水的时候的第二步。那通常啊，你看到一些老师，他也会跟你分享一些好像流年的飞星，每一年在不同的方位，好像北部有今年是什么什么星哦，南部有什么什么星，谈的也是一样，就是你的这个家啊，在今年啊，它会有的一个能量分布是如何 ？OK， 所以你看到它是一个格局更小的。对比刚才我们说第一步那个外面的环境，那个最大的环境，因为这个环境很难改变的嘛，很多时候你很难说这一座山，明年就会变了，或者这条河突然间就不见掉 ，OK？ 但是这个来到第二步，格局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家的那个方向，你的家的那个分布，这也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是第二步，你们大家要看的。那最后一个 ，OK， 第三步其实就是那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环境，外面的环境。第二个到房子，第三个就到你的住在里面的人。所以这个人呢，我们就要看他的八字，他的一些自己的吉凶方位在哪里。那我们就是通过分析这个人，然后我们要怎样安排他的可能床头的方向啊，他的工作那个桌子要怎么放，都是一些我们叫微调整的东西。所以啊，风水啊是一个你可以说由大到小、层层递进的一个布局方式。所以越大的话，它的影响会越大；那再小一点的话，越小，它的作用当然会比较小，但是也不代表它没有作用。OK， 就好像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现在的经济条件真的没办法去找到一个风水好的地方。OK， 那我现在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也是用到风水嘛，那其实是可以的。你就是通过家还有人这两方面，因为你肯定有一个地方住着嘛，现在 OK， 所以你可以通过分析看你的家，在今年有什么好的能量分布，好的位置在哪里？那你首先把你自己放过去那一边 ，OK， 这是很公平的，无论那个外面的环境如何。给每一个人的家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分布，所以你先去用这个东西，不管它外面的环境是如何。那当然，如果你看到一个很煞气的东西，好像一个电灯柱或者有一个很尖尖的东西在对着你坐的那个位置的话，当然要避开啦 ，OK。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房子，那外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那你先首要的第一步，你就是先让自己坐在那个好的位置。那这个当然每一年都会改变，但是它的效用是有在的，虽然不大，不过还是有的。那当然，如果你要再进一步点的话，你就可以看你个人的这个吉凶方位。那通常人们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八宅这些啦。OK， 你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来帮助你做一些调整。对于风水啊，我一直以来的概念都是如此。你现在可以做到的东西，先做。你现在的条件是这样子的话，你只能做到这一步的话，你先去做。你不要因为有一些老师跟你说，哇，这些内局的东西，就是你的家里面的这些东西是
影响力很小、不重要的，所以你就不做。我这里给大家的一个架构就是如此。大的外面的这个因素，肯定它给你的影响是最大的。那第二个是这个家，那第三个是你个人。但是如果你因为个人的条件或者一些限制，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环境一个对的风水的地方的话，那你可以用的就是家还有你个人的这个布局，先去让自己变好。OK， 就算只是让你的收入提高20-30%也是好，对不对 ？OK， 所以我就觉得风水就是要一个这样子的用的方式。那当你变得更好了，你开始有能力了，那你就可以开始去思考，我是不是要搬去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那个时候就那个故事就变不一样了。OK， 因为你那个时候可能你的收入就是以翻倍来进行的。OK， 所以不同的人首先你要先理解你自己现在处于的一个状态是什么。OK， 没有一个建议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你先去看，我现在我的收入是如此，我的家在这里，我暂时没有办法进行太多，所以我只能在这个非常糟糕的环境里面，先用这个家最好的个位置，先来帮助我自己。OK， 当你变到比较好了，然后你快的去找风水比较好的去那边居住。所以我是一个这样子的看法啦。那希望这个分享可以给到大家一点的头绪，要如何去看待网络上一堆的这些风水资讯，还有我们要如何根据自己的能力还有条件，用到一个对的风水方式来帮助自己啦。那如果大家对风水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当然不要问我关于这个家这个方向好不好 ，OK？ 因为我很难帮你们去判断，更多的是你们问关于好像风水的一些概念，我们到底要如何看待某一些风水，或者到底我要怎样开始去用这些方法上面的话，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啦，让我知道。如果有不错的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期呢就可以来回答一下啦。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OK，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